米兰的午后，阳光带着一种金属般的冷冽感，铺在古老的石板路上，折射出时尚之都最后的繁华。肖战站在私家飞机的舷梯旁，回首望了一眼这座让他再次登顶时尚巅峰的城市。去时，他是那抹极致神秘的墨色，一件黑色大衣剪裁利落，勾勒出如雕塑般深邃的轮廓。那是 Gucci 赋予他的铠甲，沉稳、内敛，带着一种生人勿近的强大气场。在那张冷峻的面孔下，是一颗应对万千镜头而不乱的强大内心。那时候，他是世界的巨星，是时尚的戳，是孤独而高傲的王者。然而，归途中的他却彻底卸下了那层厚重的防备。他换上了 Tars 的浅色牛仔裤，搭配着色调明快而柔和的上衣，那种扑面而来的活力与清爽，仿佛让他瞬间从国际秀场的云端回到了烟火人间的地面。牛仔裤修饰出他令人惊叹的长腿线条，那是一种充满力量感与生命力的美。网友们在感叹他的身材，在赞美他的气质，但极少有人能读懂这身装扮背后的含义。这种轻快是因为心有所属，这种急切是因为归途的尽头有他最牵挂的人。他跨越的不只是地理上的时区，更是从一个人的辉煌奔向两个人的温暖。与此同时，远在北京的那个少年正经历着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。王一博这个名字从来都伴随着极致的赞美与莫名的恶意。那些刻意编织的黑云正企图吞噬他的坚韧。他很强，强到可以独自面对赛道的疾风，强到可以无视镜头后的冷箭。他像一棵生在悬崖边的松，任凭风吹雨打，依然挺拔如初。但坚强不代表不会痛，无视不代表不疲惫。即便是一个人的顶天立地，在最亲近的人眼里，也是满目疮痍的心疼。肖战在异国他乡，即便身处万众瞩目的秀场，他的灵魂也有一部分留在了北京的漫天留言中。看着手机里跳动的新闻，看着那些针对一博的恶意揣测，那一刻，米兰的繁华在他眼中褪去了颜色，取而代之的是胸口那股如烈火灼烧般的焦灼。他知道一博能扛住，但他更知道，那个在外人眼中冷峻的少年，内心其实有着最柔软的角落。那种感同身受的痛苦，比自己受委屈还要难受100倍。他恨不得立刻化作一道光，劈开那些缠绕在一博身边的阴霾。有一种爱，不是在顺境时的锦上添花，而是在你被乌云笼罩时，我拼命赶回你身边，为你撑起一把不漏风的伞。外界在讨论肖战的身材比例，讨论他的商业价值，讨论他那双惊艳众生的长腿。可这些对他而言，远不及赶回家给那个疲惫的灵魂一个拥抱来得重要。这是一种深深刻进骨血里的互助。你懂我的坚韧，我怜你的不易。在肖战眼里，王一博不是那个无坚不摧的战神，只是一个需要被理解、被关怀的家人。所以他急着回来，不仅是为了处理公务，更是为了在那个人最需要精神支撑的时候，告诉他，我在，我一直都在。这种守护是无声的，没有长篇大论的辩解，没有高调的示爱，只有在最关键时刻的归来，和那份你的事就是我的事的笃定。这种双向奔赴的纯粹，才是最让路人动容，让黑粉胆寒的力量。因为他们知道，只要这两个人站在一起，任何阴谋诡计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此时的北京，夜色正浓，繁星在寂静的街道上投下淡淡的身影。
也许一博正闭着眼，眉头微蹙，在纷扰的梦境中寻找一丝短暂的安稳。他习惯了孤独地对抗恶意，习惯了在黑夜中自我治愈。但他不知道，在那万里的高空上，有一架飞机正穿过平流层的寒流，载着那个人满满的思念和急迫，正在降落。明早醒来，当第一缕阳光洒进窗棂，他会看见谁？不需要华丽的辞藻，只需要一个疲惫却温暖的拥抱；不需要刻意的安慰，只需要一双含笑的瑞凤眼静静的注视。那种安心感，就像是漂泊已久的船只终于驶入了避风港。肖战的归来，是对那些流言蜚语最有力的回击。他用行动证明，无论外界如何变幻，无论那些疯子如何叫嚣，他永远会第一时间回到那个人的身边。肖战回来了，带着米兰的风，带着满身的疲惫，更带着那份无可替代的温柔。这不仅仅是一次出差的结束，这是一场关于家的接力。他回来陪他收尾，他回来陪他战斗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最动人的情话不是我爱你，而是那句在风暴来临时悄悄在耳边说的：别怕，我回来了，接下来的路我们一起走。这就是他们的力量，在喧嚣中守住本心，在风雨中紧握双手。